你以为古代穷人过冬仅仅是多穿几件衣服，生个火盆就能平安无事吗？别被小说和电视剧给误导了，在真实的历史中，冬季对于穷人而言就是死人的季节，稍不留神，一个小感冒就能带走一个人的性命。一到冬季，村子里家家户户挂的都是白布。清末时期，一个郡县在大雪后能够冻死几百上千人，那是常有的事。就算是盛唐时期，杜甫也在诗中写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冻死骨而不是饿死骨。对于穷人来说，相比于饥饿，冬季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在古时候，木材算得上是一个家庭里的财产，能够拿去街上卖钱换米。山川河流都是有主的，树木不是你想砍就能砍的。古代地主实际上除了有田地以外，他们还有大片的山林。比如游本昌老爷子饰演的济公中就有这么一段，济公向当地的地主借木头修建寺庙，地主说道：“眼前的山都是我的，随便你怎么砍，砍多少都归你。”这一段并不是纯粹出于影视改编，而是有历史依据的。但如果真的有穷人实在忍受不了了，闯入地主的山中偷木柴，这种做法一旦被巡山人发现，轻则毒打驱逐，重则押送官府。所以想来想去，古代穷人获取木柴的渠道似乎只有一个，那便是步行几十上百里到远离城镇的无主山区砍柴。但以古代的行进效率，这样一来一回至少需要2-3天。可即便如此，一个青壮年能背回来的柴也寥寥无几，所以就有了樵夫这一职业，就是专门上山给人劈柴砍柴的人。就算古代穷人终其一生奔波于山林，他也不一定能在冬天过上好日子。就如同诗人白居易所写的《卖柴翁》以及韩愈写的《卖柴翁》一般，那些卖柴的人也一样不舍得在冬天拿柴火取暖，因为他们深知木柴的来之不易。大多数穷人根本不会在长长的冬日里靠着烧柴取暖，要是有这条件，那就不叫穷人了。这时候就有聪明的人要问了，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棉衣在古代始终是一种奢侈品，很多底层的老百姓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棉衣更是一件纯三代。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中，只有出门的人才会穿棉衣，不出门的人只能盖着用芦花柳絮做的被子卧在床上。所以经常能够在影视剧中看到一件棉衣就可以去当铺当不少银子。在宋朝以前，棉花在中原大地还没有大规模种植，穷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达官显贵穿着动物的皮毛或者羽绒的保暖行头，自己却只能用芦花、柳絮，还有平时攒下的针头线脑、麻绳、布片，用舂米的方式捣软了，往麻衣的夹层里塞。就像李白诗里写的一样：“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只能为了那点可怜的温暖，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古代的穷人来说，麦秆之类的干草已经是他们能找到最便宜也最合适的保暖材料了。只要这些草不潮湿，还是可以起到保温的效果。如果遇到特别寒冷的冬天，古人还会挖一个地窖躲进去保命，就是在一个平地上挖一个几米到10几米的深坑，深坑里有门无窗，里面有一个堆砌好的土台子，可以当做床用。在使用之前，用火在里面反复的烧几遍，然后在深坑里撒一些干土，最后铺上一层干草，就可以躲进去抵御寒冬了。就算古人把这些招全部都使上，但也不敢保证顺顺利利的熬过这个冬天。翻开史书，民多冻死这样的字样到处都是。西汉的时候，长安下起了一场大雪，雪深5尺，冻死的人差不多占了3/10。北宋的时候，光开封地区就碰上了16次大雪，冻死的人多的数都数不过来。明朝的时候，京城每年冬天都会有大把的穷人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服毒自杀，所以才有大明京师无隔年盖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太穷的人根本扛不过这个冬天。清朝也没好到哪去，暴雪成灾，棚户流民多冻死，尸骸色道。